待我将你收服，就无人再说我凌霄派无能了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敢伤我？我倒要尝尝这天师的真元内丹是何滋味。若你现在肯跪下与我磕3个响头，我倒是可以给你留一句全尸。凌霄弟子绝不想要挟巨蜥，正道在天，死又何惧？这是我门中之事，你这个外人来做什么？不要命了！快走，别管我。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，都不会对恶人置之不理。不为什么，就为除害。身上没有半点修为，你竟不是天师，还真是不怕死。好啊，你们这2颗内丹，我都要了。回去告诉谢老爷，让他家小姐穿戴好凤冠霞帔，在闺房候着。明日午时，我亲自上门迎娶。麻油，多吃一点啊。袁姑娘，你的演技不去当骗子真是可惜了。我今日才发挥了3成，等日后让你们见识下我真正的实力啊！哎，大家多吃点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再去跟后厨说，多给你们添点菜。谢谢你们的好意啊，可是我们身上的银子已经不多了。不必担心这些，你们只管吃饱喝足。于墨就是仗义，若是唐周知道了你这么照顾他曾经的同门师兄弟，他一定会很感激的。他们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了。多吃点，我再去给你们添一道汤。方才那个猫妖是怎么回事儿？谢老爷膝下有一爱女，没想到竟然被猫妖看上了。猫妖频频登府骚扰作乱，而且竟想强娶谢小姐为妻。谢老爷实属无奈，只好请我们前去捉妖。其实我们本已经布好了捉妖法阵了，若不是有人打草惊蛇，不按计划行事，怎会让猫妖收到风声，提前逃跑？计划？何来的计划？我捉妖喜欢速战速决，不习惯有人在边上指指点点。那猫妖道行不浅，众人齐心，方可成事。你总是这么一意孤行，这下好了，凌霄派的名声怕是更差了。谁一意孤行了？你，唐周，唐师兄，唐师兄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出面帮我们捉妖吧。若再抓不住那猫妖，凌霄派怕是要毁于一旦了。唐师兄，你足智多谋，现如今也只有你能帮到我们了。你把他当师兄，他可曾把你当过师妹？为爱远走，弃师门而不顾。我们凌霄派不需要他的帮忙。大师兄说的对，唐周这般薄情寡义、不仁不义，我凌霄派就是灭门，也不需要你管。捉妖的事，我帮不了你。唐师兄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谁先捉到妖，以后凌霄派谁说了算。
有的人啊，嘴上说着不在乎、不在意，可这心里还是十分挂念同门情谊的。我说的对吗？你不必来劝我，我已与凌霄派毫无瓜葛。你这个人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嘴硬。如果你的心里真的放下了，就不会盯着这把剑发愁了。如今凌霄派群龙无首，秦琪与道远两个人各自为营，互相都看不惯对方。如今师门上下生存艰难，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我看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估计就要卖房卖地了。凌霄派是你师父的家，也是你曾经的家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他变成这样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自责，你认为是你的离开才让师门变成这样的，可如今不是自责的时候，越是这样，你越应该去面对，帮助师门去渡过难关啊。反正我已经答应那个老爷了，3日之内必定会抓到猫妖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难道你想看到曾经让你引以为傲的师门变成一滩烂泥，在背后受人嘲讽吗？如今我的修为已经尽散，只怕会给凌霄派丢脸。我明白你的纠结，若是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天界的法诀，让你快快的修炼，助你师门渡过难关。再来一个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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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，谢谢，太过分了啊！你们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这是我的地盘，在我的地盘上，是不是得交点接地费啊？此乃公共地界，尔等这般恶霸行径，恕难从命。哟，这小娘子够辣，我喜欢。哎呦！哎呦！好你个小娘们儿，今日的账改日再给你算。太棒了吧你！我所有人都大亏，还敢不敢欺负人？是唐师兄，虽然修为尽失，但这落剑的力道，除他之外绝无二人。待我将你收服，就无人再说我凌霄派无能了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敢伤我？我倒要尝尝这天师的真元内丹是何滋味。若你现在肯跪下与我磕3个响头，我倒是可以给你留一句全诗。凌霄弟子绝不想要挟取喜，正道在天，死又何惧？
我门中之事，你这个外人来做什么？不要命了！快走，别管我。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，都不会对恶人置之不理。不为什么，就为除害。身上没有半点修为，你竟不是天师，还真是不怕死。好啊，你们这2颗内丹，我都要了。回去告诉谢老爷，让他家小姐穿戴好凤冠霞帔，在闺房候着。明日午时，我亲自上门迎娶。唐师兄，你们怎么受伤了呀？方才击中猫妖，又让他给跑了。猫妖妖力不浅，怕是不好对付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们的。大师兄被猫妖所伤，但是他有修为护身，休息几日便能恢复好。唐师兄，你现在没了修为，这样强行捉妖，怕是会损耗自身的。你先坐，我去给你拿些药。不爱，只是一些皮肉伤。可是，以前是我不对，不该处处针对你。今日你救我一命，你与凌霄派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吧。过去的事我已经忘了。苍虹是你的师父，发生了这件事情，你心中难受，我懂。平日你修为是有些激进，但在捉妖之时，却不如凌霄派的声望。我知道，你心中有正道。即便不想辱没，可眼见着还是要辱没了。谢老爷说的对，以我的功力，根本没有资格做什么捉妖师，帮不上忙，又徒添许多麻烦。或许真的应该转个行当。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抓不住妖，不是你们能力的问题。大家各有所长，缺一不可，但是你们却各自为营，互不相让，怎能成事？明明是大师兄独断专行，把我们都赶出师门。我独断行事。上次捉那虎妖，你们不听我劝阻，非要私下抓捕，施主都因此受伤了。如此捉妖，门派的家底都被你赔得一干二净。若是放任不管，那虎妖一夜之间便能把镇上的人全部吃干抹净。我早在后山布好了法阵，只要有你的法器相助，不伤一草一木，便能将其抓活。那你不早说？你也没问我呀。你现在不都说明白了吗？为什么不把心里话都告诉彼此对方呢？明明你们心里都需要彼此。你道行浅，结阵时需要大师兄助阵。你不善法器，捉妖时难免会有一些疏漏。如此下去，只会葬送凌霄派的名誉和声望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你们还不愿意低头吗？他低我就低，你干嘛抢我说话？你们这样，不是挺有默契的吗？算了算了，看在唐师兄的面子上，只要你以后不再独断行事，我愿意跟你一起统管门下弟子，竭力配合。只要你以后不肆意行动，我将便会告知于你。
看在唐州的面子上，一日同门，就永远都是家人。你们一起努力，往后一定会重铸凌霄派的辉煌。门派中的弟子最是爱重你，曾经我总是因此而嫉妒。可当你挺身相助之时，我终于知道了，他们为何如此待你。你是最出色的捉妖天师，也是唐江师叔最喜欢的徒弟。这个玉葫芦应该属于你。修为没了可以重修，但人望与人心最是难得。你回来吧。是啊，师兄，有你在，我们一定会万众归心的。回来做凌霄派的掌门吧。那猫妖明日午时要去谢府强娶谢家小姐，我会去想想如何能将她抓获。这……路过，不小心听到你们谈话了。听到你们已经和好了，恭喜啊！恭喜大家！你来都来了，不如用你的聪明脑袋瓜一起想办法喽。我倒是有个万全之策，不过可能要委屈某人了。小娘子终于想通，肯嫁给我了。竟敢耍我！猫妖已出，进来吧。如今猫妖已被收服，今后谢府便可得以安宁，谢小姐也不必担惊受怕了。现在你总该相信凌霄派的威名了吧？之前是我一时心急，说了些重话，多有得罪，还望各位天师莫往心里去。今天我终于见识到了凌霄派天师
个个有勇有谋，果真是名不虚传，名不虚传啊！这是哪家的胭脂啊？这么难擦。看你涂小红嘴唇的样子，也挺可爱的嘛。我看美色不输陶姐姐，简直是仙女下凡呢。干嘛这么着急换回去啊？我还想让云墨好好看看呢。这不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？还不是因为你想保护你的师妹，说猫妖的妖力深厚，怕伤到她。喂，要不是为你散尽了修为，这等小猫小狗算什么？好了，你之前也没少折磨我呀，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当时可是没少折磨我的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我要把你今天的经历全都记录到红尘录里面。捉妖天师唐周，虎落平阳被猫欺，如何？挺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让你重温一下往昔你做主角时的戏码。你这小人，怎么又把我关进葫芦里了？让你嘲笑我，那你怎么也跟着进来了？我就算虎落平阳，也不会放你离开的。别废话了，赶紧给我打开！哎呀，没办法，我也在这葫芦里，打不开啊。真是个小人。这葫芦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之前来葫芦里这么多次，从没有见过这番景象。不对，你的修为不是已经没有了吗？这是我的法器，自然听我的话。原来这些时日一直在屋子里闭门不出，是在修炼啊。怎么样，我教你的天界法诀还好用吧？看到你现在重新振作的样子，这才是我一开始认识的唐天师吗？却以为常有四海的月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月光啊，青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息。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捂住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逝，红尘沙砾吹向你，心自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，情之所寄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融掉你背影。我的知情，我的誓约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数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。泪在沉香燃尽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声一地，不妨四月大梦不醒。就往浮云皱皱细细。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，似乎出不去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
若是我们一直出不去的话，又如何找神器？又如何修复你胸口上的伤痕呢？这些都不重要了。燕丹，别忘了，他是应渊帝君，不是唐周。他只是在罹难，早晚都要回九重天的。于墨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，我们还好落在了于墨的房间里，要是落在哪个姑娘的浴桶里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你这个伤是愈寒又裂开了吗？伤势无妨，只是你们两个怎么跑到这葫芦当中了？还不是唐周这个小人。我好心好意的帮他抓猫妖，谁知道这个人卸磨杀驴，把我关到这个玉葫芦里，关了一整天。胡说八道嘛！你在里边玩的不也挺开心的吗？况且是你嘲笑我在先，怎么就恶人先告状了？那是因为你把我囚禁在里面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逆来顺受。我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啊。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呗。嘴上逞强，心里肯定还是放不下。我太了解你了。明日秦启他们就要回去了，你当真不跟他们一起回去吗？我本以为离开是最好的选择，却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以前也不懂，那种心里只有大义和责任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可我现在明白了，原来不顾一切放下责任，会伤及到那么多的人。大师兄和师妹已经和解，凌霄派会慢慢的好起来的。那你呢？你的师门上下都等着你回归呢。我既然已经选择离开，就不会再回头了。你骗不了我的，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挂念着你的师门。你之前是因为救我，也是因为被掌门蒙蔽，才负气离开。可凌霄派的初衷是很好的，惩恶扬善，积浊扬清，这不是你一直心之所向吗？别发愁了，这杯如意酒给你，喝了这杯酒，你便可以知道自己内心想的是什么了。我不希望你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后悔。若你心系师门，就应当回去。与君别后，云上我下，转眼就山海无路，万心中。与
携手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，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。淡淡再开，我已经原谅你了，宁愿。天上人间，颜淡的心结由应渊而起，现在又由唐周而化，自始至终都与我无关。凡人成亲，喜爱穿戴凤冠霞帔，而魔族却向来以黑为尊，更显庄重。这美景近乎水月，即便是在九重天，我也从未见过这般景象。再好的良辰美景，也不及眼前之人。魔族的覆灭与我息息相关。你真的想好了，要娶我为妻？过往如烟散，怜取眼前人。从今以后，我只是陶子期的夫君。无论魔族还是邪神，都与我毫无半点瓜葛。唯有与爱人相伴一生，才是我一生所愿。今日只有你我二人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成亲之礼过于简陋？虽没有亲朋祝贺，有你在我身边，足矣。我们曾经都想看到三界太平，而如今生死沉浮已定，六合安稳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一同云游四海，一起见证这太平盛世之下的大好河山。天地可见，星月为证。从此，柳维阳与陶子期结为夫妻，相伴终老，永世不离。春夏秋冬，斗转星移，愿君相守，执手与共，相伴白头。颜淡，如果时光能够永远在这刻停留，该有多好！有你的时光，朝朝暮暮都是好时光。
燕丹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其实早在镜湖水月，我就做出了选择。在我眼里、心里，只有你一人。唐舟，你醒了。秦琪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，准备回凌霄派了。严姑娘，多谢你这几日的盛情款待，可我们凌霄派弟子绝不是白吃白喝之辈。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。当时在山上的时候，你也照顾过我呀。拿着吧。唐师兄，你当真想好不与我们一同回去吗？凌霄派有你们的大师兄在，我已经足够放心了。如今我已经有更重要的事情了，也有了想守护的人。我们众弟子支持你的决定。我买了点点心给你们，你们在路上好好吃。来，谢谢。路上注意安全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去看你们。带着唐舟一起。好的。到时候我一定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们。嗯。告辞。怎么说这几日紫菱怎么总鬼鬼祟祟往外跑？山主不是传信来说凌霄派的事已经解决了吗？是解决了，不过他跟我说是凌霄派俘虏的小妖伤势过重，下山买药去了。啊，怎么了吗？受伤的小妖，前几日便救治完了。他难道……他外面有人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好啊，我们狐族最为忠贞了。他若是外面沾花惹草，我必手刃他。紫菱绝对没有这个胆子。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白灵，谢谢你。完了，我最后的结局，怕是被紫菱提刀手刃我这个大嘴巴。老板，你们家这酒真不错，好喝，下次再来。必须的，谢谢老板。你怎么来了？小乌龟啊，你自从回到山境之后，每天鬼鬼祟祟的，人也不见一个。你不是说你去采搬草药去了吗？这草药买到酒馆里来了，我看看。我其实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啊？你左一壶右一壶的，你是要与他们寻欢作乐是吗？这位小娘子，你看你对你夫君这么凶干嘛？这青天白日的，也不就过来买个酒，就被你凶神恶煞的污蔑沾花惹草，如此善妒不饶人，可是要被休了的。你个臭卖酒的，我娘子怎么对我，与你何干？再说了，我娘子如此温柔美丽，只有她厌我的份儿，我怎么可能休了她？你少管闲事！还有你这样做男人的，你们还真是天生一对！哼！哎，你说说，你这几天到底去干什么了？你若是表面上对我花言巧语，内心三心二意的话，我琳琅绝对不姑息，听见没？我冤枉啊！是哪个没心没肺的编排我？其实我这2天是给岳父买见面礼去了。啊！我们既然已经定了情，我就想着赶紧去狐族提亲。听说你们狐族的人都爱喝酒，是不是啊？我也不知道你爹爹爱喝什么，我就去凡间买了些酒回来。来，
看看，第一排这个呢是竹叶青，下面这个厉害是10年窖藏的秋露白，然后你看这小罐子，猴儿酿，我找了好久，60多年的，你爹爹会喜欢的。嗯，你看看吧。你准备了这么多啊？小乌龟，对不起，我竟怀疑你，我以为你……林郎，你爹派人给你送了10坛千年陈酿的女儿红，说是让你喝着解解闷儿，我给你放酒库了。原来狐族这么富有啊！随便解闷儿的美酒都是1000年的，那这些酒给你爹爹喝，岂不是当水喝吗？无妨的，你准备这么多，爹爹一定很喜欢的，心意到就好了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提亲的礼物，不行，我再去买一下。哎，小乌龟，你等等我。小乌龟，哎，小乌龟，小乌龟，小乌龟，你站住！我生气了。其实，你不用在乎那么多的，知道吗？你可以不在乎，但是我不能不在乎。你们狐族之前可是仙族，再加上你可是狐族的公主，我必须得拿出10分的诚意，这样你爹爹才能安心把你交给我。早知道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个这么喜欢的人，我就每日精修功法，精湛学术，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妖，这样我才配得上你。小乌龟，就算你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一辈子跟定你了。何人竟敢私闯妖族禁地？可以了。7日之内不能沾水，否则伤口会感染。还有啊，要注意忌口，什么辛辣、海鲜、生冷的食物都不能吃，明白吗？你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学得如此破马？小人！昨日喝完了如意酒，你可想明白你内心所想了吗？不跟他们回凌霄派，真的是你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吗？上次离开，我心中很是愤怒，但是这一次，我是真的放下了。之前在镜湖水月，我已经说过，以前我肩负着师门的责任，可现在我却为自己而活。我不愿留下遗憾。燕丹，我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。我最想守护的人就在眼前。
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恢复了记忆，那你便应该知道，我之前说的那番话都是真的。你我之间绝没有半点可能。待我帮你寻回4大神器，你回归天界，重新做帝君之时，我们的情分便是缘尽了。颜淡，昨夜的如意酒十分有效，你教我酿酒可好？如意酒的材料十分罕见，已经没有了。既然原料珍贵难觅，那就算了吧。你孤身在寒夜中采集花露，难道只是为了让唐周睡个好觉？于墨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刚刚找你找了好久。我闲来无事，便出去走走。什么？我给你配制的药，可以治你身上的疤痕。其实这个药的配方，我前段时日已经得到了，只是其中有一味月光非常难采集。月光？对啊，这副药是由风花雪月特配而成的。前3种我都已经采集了，唯独这最后一味月光。月光需要新月、满月、上弦、下弦4种整夜的月光才能配制成功。哦，那你去迷须山就是为了采月光的吗？是啊，正好那夜是下弦月，就是我收集的最后一道月光。我之前在野兰山的时候，曾经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帮你把身上的伤疤治好。我当然要言而有信了。如今有了这个药，你身上的伤不会再反复了。你真心待我，我却那般想你。颜淡，对不起。好了，不要再说感谢我的话。我以前忘记前尘的时候，灵力又低微，多亏了你在护佑我，而如今我已经恢复记忆了，并且灵力大增。以后你这条小黑鱼啊，就靠我这靠山吧。好。禀告山主，百灵，怎么了？紫离山主和琳琅失踪了。什么？唐公子，冒昧打扰，想与你做一桩生意。吴影寿传信要我，明日携带神器前往凤泉谷。神器上交之后才能放人，否则琳琅和紫林会有性命之忧，而且整个山境也会遭受灭顶之灾。玉墨，正是东海龙宫中的那只无影兽。自我们寻找神器开始，你因为忘记前尘，所以不懂得仙法，很少使用3大神器。有谁知道神器是在你身上的？又有谁
以紫菱还有琳琅作为要挟呢？会不会是神霄公主？不可能。昔日创世之战，她便连同龙王里应外合，屠杀我九岐一族。之后仙魔之战，又杀我师父。我与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定能认他。北冥仙君不是战死的，这个人是谁？此人再次现世，为什么这一次却是冲着你来的？我第一次下山捉妖之时，被人追杀，锁入法阵，损了仙衣。而如今，他既然知道我还活着，定会再次动手。此人在九岐灭族之时便已开始计划，足见其深谋远虑。经过数万年，又无人知晓，足见其如此细致。现如今，他要知道唐州下凡历难的一切消息，又能轻而易举地将他的仙衣破损。如此推断，他定是仙上非常尊贵的仙鬼。如今他知道我尚存于世，却没有直接杀入山境，那是因为他知道夜来山正是妖族的聚集之地，若是生战的话，那必定会惊动天界，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。所以你更不能将神器交出去，不然当年那些惨死的人更是枉死了，夜来山也会有危险。一旦你身死的话，三界必定会大乱。你们这说的也太邪乎了！这位唐州唐公子是什么大罗金仙转世啊？怎么感觉我们山境要大祸临头了？对了，燕丹，你曾经说过我是天上的帝君，我以为你在骗我，难道这是真的？我们不然去问问陆明吧。不可。此人若知唐州还没有离世，定会调查是谁破坏了他的计划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问陆明，定会将他陷入为难之中。那我立刻调进山境众妖，哪怕那人是大罗金仙，只要我们妖界万妖齐心，总能把人救下来。你想的实在是太天真了，此人的妖力一定非常非常的强盛。如果此刻你集结大家，跟送死有什么分别？严丹说的没错，可是，如若唐州的仙力还在，再加上我的九岐之力，我们两个说不定可以赢他。现如今，他的裂痕之症已经灼伤他的肉体，若再使用仙力的话，恐会性命不保啊。我有一个。山主，紫妍，山主，你别着急啊，山主会把琳琅救回来的。紫妍，山主，我能找到我姐姐。狐族嗅觉闻名三界，对狐族人而言，每个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，哪怕远隔千里，也可以寻其气息，辨其方位。我姐姐就在风泉谷中，山主哥哥、严丹姐姐，你们带上我吧。我记得你以前没有喝酒的癖好，这是以前你的癖好，只不过你不记得了。月破之日，天地两冲，有流星美景，却是不期之祥。对于天上的仙官来说，流星不过是应卯的差事；而对于像你这样修行的人来说，则是占卜凶吉的方式。还是普通的凡人好啊，他们对着流星许愿，并且认为一定可以实现。别动。
许愿谁不会啊？是啊，许愿揪我的睫毛，这合理吗？不行，我要揪你一个。哎。这小人，燕丹，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望吗？3界太平，终生喜乐呗。我希望你能像从前一样快乐，然后你喜欢我。彩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你来到凡间，不过是来历练的。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。看到了吗？流星汇集的云彩处，才是你最终的家。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神仙是不得有情的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若是我不愿意回去呢？如果我们计划落空，明日我将神器交出去，就再也无法归位了。可那样你会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若是我死了，你会原谅我吗？燕丹，虽然你一直不肯告诉我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看流星吗？900年前，我曾经也跟一个人看过流星。刚开始我很讨厌他，可是后来，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他。这个人救过我，也伤过我的心。但他跟我说，他肩负着众生，他的心里不能有任何的牵挂。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可是我现在明白了。无论是人、妖，或者是神仙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责任。所以唐周，你不能留在这里。可是燕丹，那个人不是我。你跟他一样，你们肩负着一样的责任，你们不得不去承担。我不想等你以后回忆起所有，你会后悔和不甘。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一定会让你顺利归位。可是燕丹，我跟那个人不一样，我不是的。
厮守。雨墨，救我！姐姐，紫嫣，紫嫣，姐姐，救我！雨墨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快啊！紫嫣，紫嫣，雨墨哥哥，姐姐在那呢。快呀，雨墨！姐姐，紫嫣，紫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姐姐看看。你不是我姐姐，这不是她的味道。怎么了，紫嫣？怎么会呢？可你分明是她。紫嫣，傀儡术。这狐族的嗅觉果然敏锐，可惜呀，白长了那狐狸一条尾巴。唉，竟然还能被识破。你这个看我姐姐的尾巴，我跟你拼了！别动！别动！再不束手就擒，这孩子的命就算在你身上。如此老套的戏法，竟然演到我的头上。紫嫣，乖，把眼睛闭上。唐天师，没想到我们还有重聚的一天。阁下如此执着于我，为何不敢现身呢？你一个将死之人，何须睹我真容？你不是当时伤我的那个人，你的仙力远高于他。手下无用，我便亲自前来。我知道玄香教了你神器嵌体之法，如若你不自愿交出，我便无法取得。但是你仙力被封，敌不过我。现在交出来，我保证你朋友们平安无事。你到底是谁？交出神器，我便解你心头疑惑，让你死而无憾。若今日与你玉石俱焚，岂不更死而无憾？放心，我没事儿。北冥仙君，这是傀儡术。元旦，嫌疑破损，必然殒命。无药可医，没想到你竟然能够集齐3神器，稳住了心脉。我更没有想到，这个傻丫头甘愿自舍真身相救，保住你的性命。凡所牵挂，皆为心障。她的存在，必定会是你的命门。
你放了他，要不然我就亲手毁了这3件法器！不哼！要躺着！小小一只花妖与我的大计无碍，我只是想亲手要了你的命。唐昭，唐昭不要！唐昭，唐昭，咱们昨晚不是说好的吗？遇水烧破都不会交出神器。我是小人，说好不作数的。对不住了，我必须要亲手杀了你，才能够放心。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。看看你自己的手。普通的凡人法器困不住你，把你吸进玉葫芦，不过是想将同命咒种在你的身上而已。同命咒？没错，我们苦心研究出来的法咒，为了就是防止你杀人灭口。中咒人、施咒人命脉相连，你若是伤他，便会长出黑纹，伤他越深，黑纹便会越多。你隐秘行事，不过是不想惊动天界。若是满脸黑斑的回去，别人会引起怀疑。若想破咒的话，只需7日，不施仙法，精心修化。若是在破此咒之前，唐周不幸殒命，你便会和他一起魂灵聚散。我不相信。雨墨，你到底是何人？还敢装成我师父的样子？你仙意受损至此，又受了我一掌，我杀不杀你没有什么分别。7日之后，我自会派人来替你收尸。唐周，紫菱离郎已经救下，送回夜来山了，放心吧。唐周，唐周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什么？不好！怎么回事？唐周，唐周，我的汉丹之力为何注入不了？他这样下去会死吗？我方才暗中已经试过他的灵力，他冒险使用灵力，心力受损，元神不稳，而且他们必然已经知晓你四叶汉丹的妙用之处，在打斗当中动了手脚。现在赶紧将唐周送回夜来山，用温泉水进行治疗。徒弟，刚才所发生的一切，你可都看清楚了，务必如实记录，上报天界。此事事关清离帝君应渊的生死，切勿怠慢。小仙明白，看刚才那神秘人的功法，至少是个修为极高的上仙，可那人面也不露。小仙仙职低位，只怕这信传到天界，到不了帝尊手里，就会被中途拦截呀。您放心，7日之内，我定会让他返回天界。到时候按照去信的线索去探，便知是谁拦了此信，此人便会真相大白。小仙明白，公子放心。你想了，谭公子，这里呢是耶兰山的温泉宝地，大伤小伤都能治。你放心吧，现在耶兰山所有的小妖都在想办法救你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谢谢你们。你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点恶心，想吐。是吗？我看你先前救琳琅的时候，不是挺威武的吗？
哦，说不定是你在上天修行的时候，曾经被唐公子捉弄过。瞎说什么呢？我这身上向来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。是。心灵不稳，猎魂症发作，没吓着你。后退。很不好意思啊，唐公子，我今天可能是肚子不太舒服。你的大恩，下次再来拜谢。改日我带着琳琅再来拜谢。每次见到你这位朋友，都觉得非常亲切，而且总想摸摸他的脑袋。莫非过往真的是有过什么机缘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别担心，这温泉倒颇有神效，耳目清明不少。真没想到，事情最终还是到了这个地步，这般连累你，我不知该如何报答。你这报答的不是挺好的吗？于山主若是我小气得很。我并非指的是颜丹，只要你给我找一块有山有水的墓地便好。偏不舍得便宜你。我是万妖之王，一个万妖之王治好了一个捉妖天师。这样的美谈，怎能放过？你不必多想，在此安心养伤便是。魔界人皆已丧命，那个神秘人明明功法招式都是天界仙法，可为何他还会傀儡术？我也传信问了柳微阳，他说。这个法术，只有他和魔族的长老会用。可是那些长老早已成了生死场上搓磨千年的骨灰，现如今会这个法术的，除了他以外，还有一人。只是我不方便多问罢了。陶子期，没错。陶子期刚刚重生，心里绝不可能与那神秘人相提并论。但如果他在仙魔大战之前将此术交给了仙界同僚，我也这么想，所以我回信邀他们来山境一聚，想借此机会好好聊聊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何人习得傀儡术？颜淡呢？在藏书阁，为了你寻找治疗的方法，以及地址的线索。你中掌之后，体内仙气冲撞，脉息闭塞，无论是药石还是灵力，都无法注入你体内。如若不赶快找到破解之法，我怕你撑不了半个月。想杀我的人，当年出了纰漏。这一掌，想来他已思虑万全，无法轻易化解。神气所在，必生异象。
我也一直在找各个神器的线索，唯有地址，从未听说过任何只言片语。纵使寻得了一个神器，也无法阻止仙衣破碎。你虽游历四海，也不过是一人之力。我为万妖之王，手下掌管万妖，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地址的线索呢。若真注定一死，何苦拖延时日？那神秘人中了同命咒，与我一起魂飞魄散。至少，我死前的日子，能与你还有颜淡一起度过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雨墨，为了颜淡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去做。我们只有7日的时间，7日后那神秘人逼出体内的同命咒，便会再下杀手。届时，或许野兰山都有大祸临头。可四海之大，典籍之多，我去哪儿找呢？难道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再死一次吗？燕丹姑娘，不好了！大殿里来了位妖友，要叶兰山给他一个交代。我才多久没回来，就有人敢来叶兰山闹事儿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。族长大人，之前的都是误会。您看看我们紫炎琳琅在我们山境养得多好啊，白净可爱的，皮毛这么的光滑。那绑架的事情真的都是意外，我们把他们像家人一样对待。您为什么非要带走他们呢？好了好了，别晃我了，都快给我晃死了！什么家人呐？琳琅来了山境那么久，一个名分都没有，还被来历不明的人掳走，险些出事。是，我们胡族讲究有恩必报。是。当初为了紫妍的性命，琳琅愿意下嫁，感情反倒是你们野兰山瞧不上我们琳琅了，是吧？不，我看您说的瞧得上，是之前我们山境遇到了一些事情，比较忙，所以就行，别拿事忙来搪塞我啊！要他们留下可以，姐弟俩被人掳走的账我也能略去不提，只要于墨山主明媒正娶琳琅为妻，颜淡姑娘下嫁紫妍，我不仅一句说辞没有，彩礼和聘礼我也一定是给足诚意。紫妍，别添乱。是这样的，族长，我们琳琅姑娘虽然一开始吧是奔着于墨来的，可这段时间她在我们野兰山相处的时候，却被另外一位青年才俊深深的吸引了，对吧，琳琅？对。青年才俊啊！你们山境除了山主之外，还有什么青年才俊呢？别是琳琅贪玩，你们随便拉出个乌龟小王八来糊弄我呀？不是的，爹，我谁敢带琳琅走，我和他拼命！爹，他就是我爱上的那个乌龟小王八，我嘉定他了。爹，我们胡族出身仙族，之前架龙架凤都是有的。如今虽被除了仙籍，但你也毕竟是我辛辛苦苦养了几百年的闺女，竟要下嫁给一只吃臭鱼烂虾的乌龟呢？族长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激动。对，爹，消消气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铁了心要嫁给他？爹，我和紫菱被劫之时就立下了誓言，只要能活着出去，我们必定要厮守一生，永远都不分开。岳父大人，如果能让我娶琳琅，我保证，我不是瞎，不至于。好，您答应了，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！林神阳，你扭是保不住了，族长。林神阳，你扭是保不住了，族长。
什么秘密？唉，事已至此，我就跟你们说了吧。紫菱，你不是一只普通的乌龟，紫菱乃是天上的神龟，师承仙世的北冥仙君，吸收玄溪崖的日月精华，所以它是一只仙龟。我以为我只是仙池里的普通乌龟，原来我的主子是北冥仙君，真的假的？你少说话。这就是紫菱的仙身。我还以为我妖元内丹长得别具一格呢，原来如此宝贵啊！岳父大人，只要你同意把琳琅嫁给我，这仙灵我送给琳琅当囚体都可以。爹，你纵然是曾在天上修炼的仙族，可现在还不是下凡为妖了？我们狐族历来没有跟龟族联姻的规矩，哎，这要是传扬出去，我可爹，我不在乎他是不是仙族，我只在乎他是不是一心一意的爱我一个人。爹，我求你了，您答应我好不好？您成全我们两个好不好？爹爹，求你了，您成全我们吧。我也求你了，我舍不得离开山境，也舍不得离开山主大人和颜淡姐姐。爹。听着，亲事需要在这山主大殿上办，摆满88桌流水席，以示庄重。爹，88桌，山境哪还有那么多银子？哎，倾家荡产也要摆上。还有啊，要找一个有头有脸的神仙来做证婚人。爹。你不是在天界修炼过吗？你不会连一个上仙都不认识吧？族长，冒昧的问一句哈，必须是上仙吗？于墨是万妖之王，他出来证婚应该挺有面子的吧？对。或者地仙可以吗？我认识一个土地仙，他人特别好。您看您要不……不行，我们走了。待你们找到一个上仙，再来狐族一亲吧。岳父大人，走。老族长还请留步。于墨山主，听说老夫喧哗无礼之罪，可是琳琅是我最疼爱的女儿啊。老族长爱女心切，我能理解。找个上仙证婚又有何难呢？下凡历难的帝君上仙，您可满意？帝君？琳琅与紫菱是因我而受累，我便做一回证婚人，为他们讨个彩头。帝君在上，老夫失礼。爹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啊！他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他就是唐天神，都跪捉妖的。帝君是我们狐族的恩人呐，创世之战，多亏帝君相救，狐族才逃过被修罗族灭族之祸。昔年狐族偷生躲战，天庭战胜后，本欲问罪，将我狐族赶出仙族。我等备受欺凌，皆因您的仁慈，为狐族保下了领地，我族才存活至今。狐族宗庙中一直挂着您的画像，每任族长皆感恩供奉您的恩德呀。我下凡历劫，往事已经不记得了。若曾经的善举能得到今日的善果，那必是好事。只要琳琅与紫菱两情相悦，我愿意和颜淡一同为他们做证婚人，为他们操办婚事。岳父大人，紫菱10000个愿意。若能娶琳琅为妻，我定视她为宝，爱其所爱，恨其所恨。即使天崩地裂，水河逆转，不改我心。若有失言，挫骨扬灰，不得轮回。是条汉子，这门亲事我准了。
既然唐公子如此高贵，又与你们狐族如此有缘，那这88桌流水席是不是？帝君，哦不，唐公子如果赏脸为小女做证婚人，是我狐族莫大的荣幸，怎还敢提任何要求？老夫愿倾尽狐族之力，奉上祖传万年的法籍宝典作为还礼。琳琅为野兰山结草衔环，做牛做马都是应该的，这是天定的姻缘。万年的法籍宝典，办！这门亲事得马上办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管好你那几个猎魂啊，到处乱窜，这晚上万一出来的话，会吓坏胆小的小妖的。醒来始终不见你踪影，我只好让他们去找你了。这正好呢，成全了一桩好事。你该怎么谢我？我看意外之喜是这箱法籍宝典吧，没想到那狐族族长还真是说话算数，这么快就托人把一箱子法典给搬过来了。我看这里面180千的册子里，肯定有破解神秘人内掌的法术。我看这本《芙蓉心经》还不错，专以本源亏虚，内阳外泄者修炼。这本不适合你。怎么不适合我了？我看看。我说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你。哎，你还给我！修炼此物，修炼者须尽除衣衫，另择一人以法力注入玄冰之中，用玄冰擦拭其全身。我看挺合适的呀。你这小人，适合你不适合我。啊！你干嘛？你说要救我的呀？是的不是？怎么知道不合适？嗯？我不要。这书上不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吗？哎，只擦一个地方啊！你不要求太多了，好不好？还有脖子呢。你弄疼我了？哎，怎么不好意思了？我才没有不好意思，我很好意思。你好意思，那为什么你要停啊？继续。我这仙灵又开始疼了。既然那么疼，要不我给你擦擦呀？黑土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你快点吧，你帮他擦吧。行了，伤得那么重，多留点心思给自己吧。何况装病求怜爱，这都是我用过的招数，根本就不管用。有用就行，人之将死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。严淡，赵兰的回信，我放在藏书阁了，有空你去看看。此掌无药可解，对吗？怎么会呢？肯定有解决的办法。没看刚刚于墨都说了吗？赵兰已经回信了，肯定想到办法了。你等晚一些，我们商量好了，我来找你。你先在这儿好好泡着。严淡，我在这人世间已经20载了，看来也没有什么成亲的机会了。所以，明天琳琅和紫琳的大婚，
我们都开开心心的好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，我也很开心啊。而且你相信我吧，你肯定不会死的。枯石掌顾名思义，中掌者会如石头般经脉闭塞，无论是药石、法力都无法注入体内。救助者纵然法力再高，也会被本体击毁。若中掌者本就有脉息相撞之症，因无法调息固本，会在10日后毙命。此掌从无消解之法，劝君绝不可妄自施法相救，恐会累及自身，双双丧命。颜淡，吃点东西吧。我找到了，云梦，我找到了。你看，这个太素经里面有9981式，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可以修复延命之术。我能救唐周了，我可以救他的命了。颜淡，赵兰说了，此掌无解，如你非要用法力相救，法力定会回到你自己身上，没用的。那怎么办？我问你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难道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，不去救他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跟你发脾气的，我只是……没关系，颜淡，唐周是我生死与共的朋友，我当然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。我知道，如果唐周死了，你定然会伤心欲绝。我从没有想过让你放弃，我已经散尽妖兵。下山寻找地址的线索，说不定一旦找到了，他的仙力就会平稳了呢。这是耶来山欠唐周的，我们自当竭力报答。以目前来说，只有你开心，他才会开心，对吗？云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就你这快断气的样子，还想着给人证婚呢？待婚宴礼成，我便也死而无憾了。我死后，你再去寻一个新主吧。你若死了，这世间我再无可效忠之主了。我有一心法，或可一试。没用的，颜淡和于魔查遍了仙界法典，都是无解。心法最为好使，别再折腾了。我这个心法它绝对不同，你若学了呢，或许能有利撑到婚宴之日呢。怎么样，学不学？妖门邪术不学。你是我的剑主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呢？来，试一试。五感皆忘，60为空，玄机逆转。我虽被下了咒，不能将你身世吐露，但还是让你学会了你父亲的独门心法——永夜功。只要你过了此劫，早晚会殊途同归。我修了俗，也可心愿得偿。
全部跪下！尊主，这是灵柏族最后一批战俘。恭喜尊主，有了这些灵力注意，您的永夜功可化真迹。吸食战俘可增强修为，能保我军战无不胜。可我族天生命短，此必不出难成霸业。若有上世元尊冉青的7曜神玉在手，吞噬他人性命，一命千秋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我们也曾多次派人上天，企图窃取神玉，却皆不是冉青的对手。那时他还没有遇见我。玄烨，你屠我全族，还妄想吸我灵力，我宁可自绝，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你能不能死，那是我说了算。尊主，冉青打来了。来得好。今日永夜功一旦习得，便深植你体内，自修运转。待此功日积月累，修习深厚，世上再无人能挡得住你的修罗神力。待修罗族一统3界，你父亲阴魂有灵，必会欣慰。哎呀，我真不去。走了，听话，走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来，你拿着，你去啊。不行，我们多亏了唐周，要不然爹爹就不答应我们的婚事了。怎么着，这喜饼也得亲自送到他手上。聊表谢意，走。还是算了吧。哎，小乌龟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跟他有什么过节？要不然你怎么说出见了他就恶心想吐这种鬼话呢？我真没有，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见他我就恶心犯呕。话说，我们仙龟也没什么天敌啊，是吧？那走吧。不。你一会儿对人态度好点啊。唐周，是他啊！竟然是他！谁啊？又来，小乌龟！小乌龟，小乌龟！找到你了，出来吧。
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想跟我成婚了？不是，是。杀尽天下，番归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其实，在修成人身之前，我就是一只普通的小乌龟。但在天上的时候啊，有一个神仙，天天跑过来翻我，把我翻过来翻过去，翻过来翻过去，他每天都翻我，导致我在天上的时候啊，就没有一天是清醒不想吐的。翻我的那个人，他就是唐周，难怪每次看见他都想吐。你怎么笑这么开心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挺丢人的？不想跟我成婚了？那我就更要嫁给你了，这样以后我保护你，没有人再敢翻你了，只有我能翻你哦。你这儿怎么有凡人用的针线啊？你该不会是想学刺猬吧？把针扎到龟壳上，然后就没有人敢翻你了，是吗？这个呢，是给你新婚准备的礼物。这样，你把眼睛闭上。什么嘛，神神秘秘的。睁开吧。那日，我们被困在山洞，我眼睁睁看着你被人断了尾，却无能为力。我现在做了一条，至少弥补个1/1000吧。你这是在哪儿找的？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你就说喜不喜欢。这虎尾里边的骨头，你尾巴呢？你尾巴呢？去哪儿了？你笨蛋啊！你去哪儿了？我不要你为我做这些。尾巴呢？反正我在常人面前也不会露出原形，这尾巴有和没有都一样。脊椎骨嘛，没关系。我有龟壳，少几块骨头也没事的。你看这个，我知道你喜欢漂亮的，是骨头突突的不好看，我就学着凡人的法子，把毛线一根一根的牵上去。你放心，等我们以后成了婚，我一定好好修炼，我保证以后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。我相信你。可是我们是明日成婚，我早就是你的新娘了。我等不了明日了。
这婚事筹备交给我就行了。你这身子不好好在温泉里泡着，非要过来看，你不放心啊？我这身子挺好的，也不是不放心吧。我呢是想和你一起来看看这婚宴的样子，这成亲呢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？这流程可复杂了。出轿呢要射箭，跨马鞍，要成亲，结拜，还要敬酒，最后还要结发谢媒。那么复杂？那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办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如果我出了差错的话，估计胡族族长会当众把我打死吧。哦，那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先演练一遍，知道流程之后呢，就算出了差错，也能补救啊。严丹，这次呢，是我唯一一次当证婚人，希望不要发生意外。可这个流程很复杂，很漫长，我怕你离开温泉的时间太久了，你这样身子会熬不住的。久一点不也挺好的吗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撑得住，放心吧。严丹，你不是最爱演戏折子吗？自称阎兰山第一戏吧？怎么，怕露怯不成？新郎三箭，邪气进去。你小心点儿，别说到我。好好演，专心一点。多少发黄的心，碧落无趣到流泪的人间去，却以为常有四海的月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，不经意的忘记，你掠过了青丝缠入。请新娘子下轿。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瞬息，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蒙住跨过马鞍，阖家平安。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里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万计，情之所起。古代见面，传宗接代。我的志气，我的誓约，一次看懂万物飘碧。第一次成亲这么紧张？请新郎挑下新娘盖头，从此称心如意。风是红尘沙里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万计，情之所起。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融掉你背影。我的志气，我的誓约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。泪在沉香人静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声一地，不放肆与大梦不息。就往赴与朝朝夕夕。哎，酒就不用喝了吧，接下来都是你的戏份了。我？新郎和新娘按理说要谢媒人的，可他们没有媒人，就只能谢你了。
而且按理说你是要回礼的，你想好要还什么了吗？琳琅呢，喜欢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；紫琳喜欢热闹不死板的。我想到了。原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这么幸福的事啊！请新人谢眉。又来，别动别动。紫琳，她这是怎么了？哦，他总是恶心想吐，盖上盖头就好了。对，怎么一直打嗝不停啊？多谢唐公子成全。鞠躬啊！祝你们永结同心，恩爱不移。请唐公子还礼。我的礼物吧。这山主大殿放不下，请诸位随我移步殿外。山主送的什么东西啊？坤，你怎么会？我最近呢，总是梦到这个异兽。燕丹，我需要你的助力，才能完成。跟我来。你第一次看星星的时候，我不在你身边。后来那变成了一段痛苦的记忆。所以我想，还你一片快乐的星空。这是先例。琳琅他爹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华贵体面的婚事了。琳琅嫁得好啊！哎，是啊，是啊，哎，是啊。我宁愿是在这7日之内死了。那神秘人中了同命咒，与我一起魂飞魄散。他如此耗费先例，是有意要自保而亡。唐周，别犯傻，你快下来！
良辰美景，正宜赏夜的好景色。山主大人，你别这么小气啊！杭州，云墨说的对，你本身仙衣破碎，越是这样会消耗你更多的仙力，还是赶紧下去吧。就让我这么任性一回。燕丹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我不能。也好，这样我死了，你就不会那么伤心了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燕丹，若我挨过7日，那神秘人解了同命咒，再次杀来，我如何保护你？我不怕死，我只是不能接受那种最坏的可能，就是他在我面前伤害你。燕丹，我多希望你先遇上，先爱上的人是我。若有来生就好。若有来生。杭州，杭州。